每天都有大事发生，各大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总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角度。怎么迅速而不遗漏获得他们中的要点呢？今日六度团队根据权威媒体、智库和官方机构提供的信息，对此做出专业整理、分析、比较，让大家对重大事件了解更深入，掌握更完整。我们会不断升级今日六度的智能与专业性，欢迎大家收看。巴菲特称地缘政治是伯克希尔出售台积电股份的一个因素。路透社，亿万富翁投资者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作为在购买台湾晶圆制造商台积电几个月后出售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41亿美元大部分股份的原因。鉴于巴菲特对长期投资的偏好，这笔交易令分析师感到意外。这笔交易是在台湾自治紧张局势加剧之后进行的。中国将国家视为自己的国家，与台湾的自治主张相反。尽管巴菲特将台积电描述为一家健全的公司，但他表示，这笔资金可以更好地部署到其他地方。马克龙称，欧洲必须塑造自己的命运。德国之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海牙发表演讲，概述了他对欧洲主权新时代的愿景。他用英语概述了，如果欧洲想要保持其身份，他将减少对欧洲的依赖的战略。我们可以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学说，这将使我们能够协调创造就业机会，为我们的社会模式融资，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更加主权和自己决定。他说，他应该基于5大支柱：竞争力、产业政策、保护主义、互惠与合作。美国、欧洲和中国的政界人士批评他对中国、美国和台湾的言论。然而，白宫周一表示，尽管马克龙发表了评论，但他对于法国的关系有信心。在海牙演讲时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作为欧洲人，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如下：加速台湾危机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不。最糟糕的事情是认为我们欧洲人必须成为这个话题的追随者，并从美国的议程和中国过度反应中得到启示。马克龙的讲话是在法国的骚乱和反击中发表的。此前他试图通过法令将养老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担心他可能在国民议会下院被否决。他说，他不确定荷兰的纳税人是否会接受，我们将为法国的长期社会模式提供资金，所以我必须回家做这项工作。荷兰的退休年龄为66岁，到2024年将再次上升到67岁，尽管荷兰的债务占 GDP 的比例远低于法国。中国公布生成式人工智慧规则，新技术受到审查。日经亚洲，中国国家互联网资讯办公室发布了使用应用生成人工智慧该服务的深度学习框架的法规草案。该档还概述了此类工具的开发人员和供应商必须如何事先获得授权，并明确定义此类服务创建的内容必须体现的社会价值。在此之前，中国各地的人工智慧取得了一系列进步，包括模型和基于视频的聊天机器人，以协助客户服务。服务提供者将面临罚款，其产品将被暂停，如果他们不遵守这些准则，可能会受到刑事调查。从现在到5月10日，任何人都可以对中国的提案发表评论。这些规则将于今年晚些时候适用。泄露的文件，中国准备战斗。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纽约时报援引新泄露的五角大楼档称，在俄罗斯多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后，乌克兰防空网络可能会在没有大量重新武装的情况下失败。美国新闻网站 The Intercept 发布了这些档。据报道，这些文件讨论了加强乌克兰军事能力的选择。首尔官员正在调查美国高度机密文件的泄露事件。这些档表明，基于截获通信的情报表明，韩国官员对可能运往乌克兰的美国弹药表示担忧。与此同时，据报道，台湾正准备继续购买美国武器，
尽管台湾通过寻求与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激怒了中国，台湾总统蔡英文正在努力改善与美国以及日本、欧盟国家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军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战斗演习，旨在类似于对台湾的封锁，因为台湾的独立和美国关系再次紧张。安全分析人士警告说，中国追踪个人的监控技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使是伪装或戴口罩等混淆技术也不再有效。中国当局目前有一个名为锐眼的系统在运行，该系统使用摄像头将行人和司机的图像与其身份证相匹配。特鲁多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董事会因中国亿万富翁的捐款而辞职。加拿大环球邮报致力于纪念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的非营利组织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基金会 Pierre Elliott Trudeau Foundation 的负责人和董事会已经辞职，理由是该组织在归还一位富有的中国捐助者的财政礼物后政治化。该基金会向捐赠者返还了14万加元10.87美元。此前，加拿大出版物《环球邮报》声称，这笔捐款是北京指导的影响力行动的一部分，以讨好2015年成为总理的贾斯汀·特鲁多。基金会政治化造成的环境使其无法继续维持现状，志愿者董事会已经辞职，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也是如此。一份声明指出，上个月环球报声称，加拿大情报部门捕捉到了2014年中国领事馆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商业武官与亿万富翁张斌之间的对话，据称张斌是北京政府的政治顾问。报道称，两人讨论了自由党在2015年加拿大联邦大选中击败斯蒂芬·哈珀 （Stephen Harper） 的保守党的可能性，并指示张先生向特鲁多基金会捐赠100万加元。据一位国家安全消息人士称，这名外交官告诉张，中国政府将偿还他的全部款项。总理办公室表示，贾斯汀·特鲁多在参与联邦政治期间撤回了对基金会事务的参与。在披露之后，特鲁多任命大卫·约翰斯顿为特别报告员，调查中国政府对2019年和2021年选举的干预。约翰斯顿是特鲁多基金会的成员，但在任命后辞职。其他与中国相关争议有关的捐款目前正在加拿大接受审查，包括由中国国有保利房地产集团资助的温哥华2.5亿美元公寓大楼。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谴责加拿大禁止华为仅使用其 5G 移动网络的逻辑，同时允许这家中国电信公司向其他加拿大网络出售设备。分析人士，解放军对台美会谈的反应缩短，但清除了关键的封锁试验。南华早报，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最近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演习被视为对北京封锁台湾并挫败任何新的援助战略能力的关键考验。虽然没有以前的演习那么密集，但它们包括在周二早上6点前一天在台湾海峡附近的91架解放军航班。然而，分析人士指出，台湾部队似乎比以前的演习更有准备和积极主动。中国山东航母群的飞机在台湾东海岸进行演习。据报道，他们允许解放军迅速部署部队，而不会有被敌方无人机或卫星发现的风险。据记录，歼15战斗机也从东部进入台湾的防空区，与戒备森严的西方防御系统相比，台湾的防空区相对较弱。演习包括类比精确打击，旨在练习切断台湾的能源供应，并阻止获得外国势力供应的资源。关于美国和中国，马克龙大声说出安静的部分。彭博社，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表示，欧洲应该在中国和台湾问题上远离美国，否则就有可能成为附庸。马克龙的言论提出了一个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法国和德国拒绝与中国脱钩。LVMH 和空中客车公司等国家冠军对法国的贸易逆差和保持全球影响力至关重要。
法国总统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乌克兰战争已进入第2年。冷战后，欧洲对美国的依赖变得更加明显，美国也即将进入新的选举。马克龙最近的繁荣代表了法国与美国和中国关系的转变。该国正试图抵制美国领导的与中国的激进脱钩，尽管其战时盟友对其战略自主性持怀疑态度。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4月份的一份文件建议欧洲提出建立一个地缘经济北约，以确保敏感技术的 5G 网络，寻找与英国合作的更多方式，并就巴黎湖威慑的欧洲化重新开启对话。跨大西洋关系需要更多的平衡，将欧盟视为无关紧要、无济于事。台湾需要的不仅仅是武器来挫败中国的野心。英国每日电讯，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战争与战略教授阿莱西奥·帕塔拉诺 Alessio Patalano 博士表示，未来中国入侵台湾可能更像是之前克里姆林宫领导的乌克兰不稳定和吞并克里米亚，而不是对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陆地入侵和占领。帕塔拉诺说，威慑北京的核心优先事项将包括情报演习，发现中国的干涉并揭示其意图，采购潜艇战和采矿能力以及海底监视。他说，加强对台湾封锁训练和超越近海岛屿的支援也至关重要。抓住阴影，中国去杠杆化运动的政治。荣鼎咨询，中国正面临长期结构性经济放缓和金融危机风险上升。人口红利、全球出口份额上升、住宅物业建设的繁荣以及前所未有的信贷和债务扩张，这些都是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现在正在逐渐消失。在解除对公民行动和活动的 COVID-19 相关控制后，将出现反弹，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阻力将持续存在。2016年，中国领导层发起了一场去杠杆化运动，以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是解释中国结构性经济放缓如何开始的唯一合乎逻辑的起点。通过减少影子或非正规银行体系的增长，中国金融当局将信贷增长削减了一半，使北京更难使用其传统工具为经济提供动力。在去杠杆化运动将信贷增长率几乎减半之后，中国的金融体系无法再发挥其先前的作用，更多的信贷风险和政治后果正在经济中显现。北京面临住艰难的战略选择，因为它面临住信贷和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的终结。重组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近期的当务之急，同时需要为中国家庭释放额外的消费能力，以确保更可持续的增长。此外，在系统性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风险的上升也给美国提出了新的政策问题。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与中国航空公司合作购买20架 E-Jet， 消息来源路透社。据2位消息人士称，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目标是在巴西总统路易士·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访问该国期间，向一家中国航空公司出售20架中型商用飞机。如果得到确认，这笔交易将成为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在中国的宝贵立足点。自2016年哈尔滨一家合资工厂关闭以来，该公司已经生产飞机近15年，因此很难获得业务。美菲联合军演向中国发出信号。德国之声，菲律宾和美国于4月12日开始了1年1度的肩并肩军事演习。今年的军演被视为马尼拉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侵略的声明。联合演习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包括超过17000名士兵，其中超过12000人来自美国。实弹演习将包括类比防御一个小岛，还将看到部队在南中国海赞巴莱斯省海岸炸毁一艘模拟目标军舰。据官员称，演习将展示美国军舰、战斗机、HIMARS 发射器和反坦克标枪。此外，今年扩大的奥运会是另一个迹象，
表明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思 Ferdinand Marcos Jr. 领导下的外交政策正在向美国靠拢，并远离其此前在杜特地政府领导下的对华友好立场。马克思表示，马尼拉正在追求基于菲律宾自身国家利益的独立外交政策，称该国是所有人的朋友和任何人的敌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和菲律宾在该地区增加军事活动是阻止中国任何强硬态度的一种手段。中国的超级富豪正在用他们的资产投票，并逃离习近平政权。英国每日电讯。据每日电讯报报道，中国企业家越来越多地将他们的财富和自己转移到新加坡。他引用了对经济封锁、对本土科技的镇压以及习近平总统领导下的北京重新引入毛泽东主义口号的担忧。该报称，中国富人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已被摧毁，有商业头脑的人怀疑他们的钱和自己在共产主义下不再安全。他补充说，像新加坡的转变是在香港国家安全法之后加速的，该法允许扣押资产，以及2017年警方绑架了一名基金经理。Twitter 不再作为一家公司存在。英国独立报。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已将 Twitter 并入他的 X Holdings Corp， 称他将该网站的宏伟计划称为一切应用程式。此举是在涉及该网站使用者之一罗拉·卢默 Laura Loomer 的诉讼中曝光的。Twitter 在撰写本文时尚未发表评论。马斯克的宏伟计划是让使用者使用 Twitter 作为一站式商店，从付款到预订计程车，类似于中国的微信。行业观察人士马特·纳瓦拉 Matt Navarra 指出，虽然这些超级应用程式在亚洲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西方创建它们的尝试尚未吸引使用者的想象力。H3N8 禽流感夺走中国首例人类死亡。英国每日电讯。一名56岁的妇女在感染 H3N8 禽流感后死亡，这是已知的首例死于这种禽流感病毒的人。虽然 H3N8 是鸟类中最常见的流感亚型之一，但该妇女只是已知感染该病毒的第3个人，也是第1个死亡的人。去年，在中国，2名小男孩在不相关的病例中感染了相同的病毒，但2人都活了下来。在做出报告时，没有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出现感染或疾病症状，表明该病毒不可能在人际传播。然而 ，H5N1 禽流感仍然是人类风险方面更大的问题，因为鸟类病例的绝对数量和哺乳动物，包括水貂、水獭甚至宠物猫的传播增加了病毒变异病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机会。谢谢大家收看今日6度中国版。更多及时的新闻，请看6度世界，3w.6度.world。